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在快枪手的肚脐上。哎，贴肚脐治什么来着？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DX9 mini 出品的这一款快枪手。其实这个角色的名字还挺多的，有叫快枪手的，有叫商客、双面客、无间行者、双面枪手，什么巴拉巴拉的，也就是各种翻译的不同吧。倒是我相信更多的朋友们愿意称呼它为导弹鹰啊，也是我们小时候一代共同的记忆。因为当时那个年代的物资也比较匮乏嘛，一个玩具能变成多种的形态，就会觉得这个玩具会很牛逼，你在小朋友心目中的地位也会很高，所以当时的这个导弹鹰会非常的受欢迎啊，全国各地好像小朋友们都会有一款这样的玩具，我小时候也有一个，但我总觉得它太丑了。虽然说能变3个形态，但我小的时候并不太喜欢它。而这一回重生的 DX9 mini， 他们品牌名字也是注定了可能将来要做小比例的范畴。首先第一款快枪手3变战士就掏了出来，整体来看人形的一个效果，身形方面还是挺帅气的，而且旋转一圈，我们来看一下，身上基本上没什么偷胶空洞的地方，盖的都是挺严实的，背包这里也是相当整洁的一块。其实动画片里边这个角色并不帅啊，现在 DX9 也是相当于重置了一下美型，变成了这种大长腿，哇，这种型男的样子。同时还带了2个小弟，2个小能量战士。哎呀，在小比例的玩具上面还带这种能量战士啊，真的是太恐怖了，很极限的一个尺寸。一个小人的高度基本上在 1.8公分左右，连2公分都不到啊。但是头雕了，身上的一些造型刻画倒是还都有的，就是胯部旋转的这一轴，也是因为壁厚的关系做的很大，没办法了。变形也很简单，直接180度叠腿，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在快枪手的肚脐上。哎，贴肚脐治什么来着？可装上能量战士以后啊，转腰和弯腰就都被他锁死了。而且快枪手这个角色也是在忍者战士动画里边继霸王之后唯一一个带了2个能量战士的角色。2个能量小战士都是可以插在腰带上的，虽然是样板间阶段的东西啊，没有纸品了什么的，但是基本上也和大货差不多了，涂装该有的都有。这斜拔子脸，这大下巴磕子，眼睛有涂装，头雕的样式，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动画片里边的元素，但是做的也帅气了一些。头部球形关节的开口球板可以抬头很大的幅度，360度的旋转。其实也没啥问题，而且因为变形的需要，下方还有一个独立的脖子，所以是双段的关节。肩膀粗粗的导弹，根部这里可以上抬，左右旋转。肩膀平举，可以举到120度左右。360旋转无压力。二头肌球形关节，变形需要可以旋转，还能来回摆。胳膊肘看似2段关节啊，其实它在活动的时候只能用到1段，不过也能折到130多度的距离了。上面的这一段轴它是往后折的一个变形关节。手腕360度的旋转。腰部如果你不带那个肚脐战士的话，其实是可以左右旋转一定的幅度的。拉开腰部连接的扣子，腰部连杆中间有3段的关节轴，所以就算不用到胯部关节，也可以弯腰把人整个的折叠起来。胯部前踢连接着前裙甲，能踢到130度左右，无法做到后踢，这个关节是锁死的。侧踢因为中间关节设计的关系，能踢到60度左右。大腿根部左右可以旋转，同时膝盖左右变形需要也可以转。双关节的屈膝完全可以叠过来。脚踝左右有接地，但是需要活动2次。脚尖是一部分，脚后跟这地方可以拆开一个扣点，拨开它，调整脚部的左右接地。变形的需要脚趾头这个地方可以有双段的关节活动。那我相信其实大家更关心的还是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首先第一步，先把尖头的这个肩炮摘掉，大枪摘掉，前后对插就可以组合它标志性的大导弹。下方的握把往后折叠，收起来。这一块看个人的喜好吧。这款设计我个人来说觉得最厉害的一个点，就是在人形的状态下360度旋转，你看不到鹰的翅膀，
它藏零件藏得很好，也是完全团在了背包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盖子折开，就可以看到后边的2片翅膀是左右搭在一起的。而且其实它从这里看啊，后边的关节它是一个左右不对称式的设计，一边靠这个轴锁住这个缺口展开，另外的一边根部是一个双关节拉伸往起提一下，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上一下叠在一起。而且这个料子是纯尼龙的材质，全身都是这种材质，很韧，不用担心折断。所以我们也可以把翅膀打开，在人形状态下展开翅膀，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飞人儿。好，也是团回去，我们继续来开始变它的车型。小臂的部分拆开这个盖板，拳头藏进去，顺着这一段关节，刚才我们说上边的这个轴其实是往后折的，进行一个 Z 字。胸口的部分拆开红色和蓝色，下方这里连接肩膀处有一个卡扣。现在我们主要也是腾开了这些空间，来让中间头部、脖子这一块的核心部位进行一个180度的旋转。变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把脖子拧个180，里边有一个黑色的盖板，记得立起来。此时顺着腰部中间有一个锁点的位置，把它拨开，双关节拉长。小的细节，腰夹左右2片横转90度，同时旋转过去的扣子和蓝色的缝隙对上，卡进这个凹槽里边，等于是把脖子那一块翻转固定住，也把这个腰身的部位拼成方块了。再把脖子顺着开口的球碗往下折，和后脑勺这个地方的卡子锁住。这个时候我们翅膀回归，还叠成人形的那个方块。注意左右的顺序啊，先插另一边，把这个双折叠的关节缩短，另外一边翅膀上有一个凹槽，对准的是这个轴。在盖盖子之前，注意肩膀此处有一个滑槽，往后顶一下，滑过去，再往上折90度，这个滑槽滑到底，往上翻。好，然后我们继续盖盖子，把这些羽毛稍微的进行整理，拼方了，再装到背包里去。熟悉的感觉就出来了。首先玩腿，第二个尼龙材质，第三个燕尾卡榫。不说大家也猜得到了吧？第一步的变形，先把脚尖儿这个滑道推一下，脚后跟这个地方有一个转盘，稍微的扭一点点，顺着后边的腿肚子下方一个扣点拆开，打开之后，侧面这里的燕尾卡榫揪着这一块卸松拆出，从腿肚子里边掏出这一块后轮的零件，拧个180度，顺着这个球形关节定位到了这一边是一个燕尾卡榫。这个时候把这一片整个的90度转到这一面来，脚踝90度转到这一面来。我们换一个方向，扭过来的这个轴这里会出现一个扣点，再把这一块回归，扣点结合，顺着这膝盖的关节折叠90度，然后再往内整体的包，把大腿整个包到小腿的里边去。这块盖板盖上来，注意这一面的燕尾扣子搭住，上方这里的腿板扣住，然后车灯的位置把前面的窟窿堵起来。2条腿全部变过来，可以先把中间的扣子都插上，然后再调整刚才我们拉出来的这个腰部的多段旋转轴的关节啊，调一调，让这2个后轮和背包这地方插点扣上，往下折叠90度，用这个卡孔对应这一块，肩膀折下来，插住，两边的定位全部插住之后，后轮子上这块盖板往上翻折，注意这里边是2段关节连续的运作。最后我们掏出大导弹，连接的位点在这个长长的缝隙，对应的是黑色的这一块板子，
那么好，插上之后，车型就搞定了。车头的这一块，尤其包裹的还是比较严实的。从上面看，大导弹盖下来之后，这一块的空间也刚刚好，把那个露着的脑袋隐藏在了这里边。车屁股这里看着也还算整洁吧。8轮着地，滚动起来推车还是挺溜的。那车型基本上就差不多。其实他说是个3变嘛，我个人还开发了另一个模式。首先把这导弹揪了它，胳膊拆开，这一块板子翻回来，拆开后轮锁着的背包处，我们把这一块立起来，背包延展开，然后顺着这个翅膀的关节把它立上来。另外的一边也是，这边的双关节立上来，胳膊往下放，和翅膀换一个方向。接着我们可以把鸟的翅膀顺着这一块翻转180度，前面的那个尖儿羽毛的地方咱就不翻了。那好嘞，这个也就是我所开发的一个新的变形模式了。也是受官方世代精选的那一款的灵感所启发吧。反正变形金刚这种玩具有俩跑道，基本上就能叫一个基地，这个也挺像那么回事的吧。此时我们就可以拿出刚才拆下来的大导弹，卡在这个槽里，然后这2个小爪子往上搭一下，形成一个导弹的发射基地。哎，咋样？这感觉我个人认为还不错啊，像那么回事儿。好，不闹了，咱们继续回归正式的正经变形成它鹰的形态。首先后边的这2块板子，把它翻折180度，然后胳膊拆开，这个地方有一个滑槽，拉一下，拉伸出来它是可以往上折叠的，但其实不折到90度啊，就放成斜着一点的角度就可以了，放这儿备用。接着拆开轮子和背包连接的卡扣。然后咱们来看这一节的一个处理方式啊，看似挺绕的，其实结构只要理解了就好。首先把这个根部180度立起来，球形关节旋转一下，这面是脚丫子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接着旋转这个关节，顺着这个燕尾滑槽，球形关节翻转开，然后整体的把这个零件往上折90度。折上来以后，腾开脚丫子避让空间出的一个位置，把这脚拉出来，根部的这个滑道啊，原先在这个地方往下推，推下来的时候，这一块归位，立成这个样子，这里会出现一个横着的锁扣，我们再把这个90度拉上来，顺着这双关节调整一下方向，用脚底的这个扣子去撞它锁住。这样进行一个固定。腿部整理好之后，翻开背包，大翅膀，顺着这里边，注意这个根部双关节拉伸提起来，完全的搓开，180度的2个旋转，翻到这面来，鸟头顺着这个关节双段翻出，但注意下方还有一个黑色的板子。也把它立起来，头部从腰这边拆开扣子，脸冲内回填。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腰部回归到人形原先折叠起来的位置，里边的这个锁眼儿一定要锁上，听到咯嘣一声，这个就锁到位了。刚才脖子下方翻起来黑色盖板挡在头顶的位置，然后我们往过折肩膀的关节，拉过来以后，这里又有一个燕尾扣子，把它卡住，前后揪筋，胳膊最后调成这样的角度。其实这2个关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只是调到了顺畅即可。然后顺着这里 S 型往里拐，小臂对准这个地方的插扣进行定位。2条胳膊完全卡到位之后，背包翻折过来，用这2个长出来的扣子进行锁定，上下。也就等于作为了一个抱死的状态，鸟头立起来，根部是双段的关节啊。当然，如果你乐意呢，它现在还缺一尾巴，光用车头的这一块变成屁股啊，确实太翘了。
我个人呢倒是喜欢把这两个扣子拨开，也就是后脚跟的接地关节的这两个锁扣拉起来它，稍微翘一点角度，让这两个车灯当个尾巴吧，也挺好看。然后再掏出你的大导弹，这回的安插方式，背包这不是有窟窿吗？顺着这两个棍子中间往上滑道推，这款快枪手的老鹰形态就编完了，导弹鹰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吧。这鹰的形态也是这3变里边妥协下来的一个形态吧。其实不论是老动画还是老玩具，乃至于现在很多第三方设计的作品啊，最后妥协下来的都是鹰，可能也是这个大屁股为了还原吧。说的好听一点，遵循于原著动画的设定；说不好听一点，就是基本上现在的技术解决不了鹰的体型的一种纤瘦感，还要兼顾3变战士的那个导弹车的形态吧。别看这两只腿小的细细的感觉啊，但支撑起来的稳定性竟然还可以，因为毕竟是个小比例的玩具嘛，很轻。要是翅膀也可以收起来进行一个这样的摆放。这一回也能把这3个形态做的相对来说有模有样，虽然说这个大屁股鸡看起来挺肥美的，但这款的车型和人形都是非常不错的。人形状态下我好像忘了量尺寸啊，其实它的身高在11.3厘米左右，也是目前第三方小比例的一个主流身高吧。变形非常有趣，在一些设计的点上面，我们能看到很多熟悉的身影，包括这个东西的做工用料，而且同样的尼龙材质手感，同样的飞边，这个也是尼龙材质在注塑的时候由来已久的问题，觉得碍眼的朋友们还得自己动手用笔刀稍微削一下。所以其实一款玩具放在你手上，怎么去玩，怎么去界定它能变几个形态，我觉得玩家没有必要被这个说明书完全的束缚住，或者被它设定的概念所束缚住。反正我个人感觉自己整那个导弹发射基地的形态也不错。所以这款产品大家看下来以后，究竟会给它几分呢？那么得嘞，这一款 DX9 Mini 的快枪手样板咱们就先玩到这儿吧。